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大 S 不幸逝世之后，现在两岸要开战了。开的第一战是什么战？这叫争产的公关战。这也难怪为什么今天小 S 还要特别发声明。这个声明是直接对他的前姐夫汪小菲来开撕了，因为你踩到我们家的红线，你踩到我们的地雷了，我们忍不下去了。原因非常简单，你在生前你怎么对我姐，你怎么蹭我姐，死后不能让她好好的走吗？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蹭下去，还要请这些网军、这些公关公司来洗地、来洗风向呢？原因非常简单，就在第一时间，大 S 的骨灰从日本运回台湾之后，原本都知道是徐家人出的钱，但是呢，在2月5号深夜的时候，有一个影片出来了，他直接指汪小菲包机接回大 S， 就是画面中这个人讲的。没有想到网友真的被洗了，他说最终还是前任靠谱，甚至这个影片出来之后，开始洗地的文章一连串，包含了有人写说，我翻遍了大 S 的微博，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舍不得汪小菲的心情，我懂，你懂个。你完全不懂之下，也难怪 S 的家人这么生气。今天早上的时候，亲友团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这件事情包机是徐家人出的钱，甚至小 S 这么低调的人，直接请经纪人发了声明，他说我姐姐的后事，包括包机等所有安排，都是由徐家人负责的，人在做天在看，尤其我姐姐现在也在天上了。这种让人无法容忍的谎言还要继续出现吗？那为什么汪小菲要持续这样做？说穿了，不就一切都是为了钱吗？你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吗？好，现在介绍今天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政治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资深的影剧记者年长玉，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桃园市议员黄进平，大家平安。聪哥，我前面有提到一个最关键的事情，是对于小 S 来讲，她其实家务事很低调，对，他甚至呢也不口出恶言等等。今天他为什么要开撕他的前姐夫汪小菲？非常简单，因为两岸的第一战就是争产的公关战。没错所以没想到人死了，你就让他好好的走。你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找一堆公关公司，找一堆侧翼，在那边洗来洗去。对，没错，或许是被债逼急。我就说嘛，汪小菲跟这个张兰，他们目前为止负债43亿。那当然了，大 S 过世之后，这个遗产的这个争夺战当然非常重要。问题是，我要争夺遗产的时候呢，我的形象不好，过去我怎么对这个大 S 的，大家都知道。于是他们现在展开一个什么公关战。就是把汪小菲的形象洗成他是个爱妻的，而且他在这个大 S 过世之后扛下一切所有的这个责任啊，恶心。对，好，那因为真的大家都说你们根本在秀下限，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嘛，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惹了什么两岸的网友，甚至连小 S 都出来说不是这样一回事。好，甚至因为他们为了要把这个汪小菲洗白的时候，他甚至还有某些程度还这个羞辱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具俊晔，所以现在南韩的网友呢，事实上也有一点不满哦，他们也怒了。对，所以接下来搞不好你操作下去会引爆成什么？这个中国、南韩还有台湾的网友，搞不好都会完全起来互相对抗的一个局面。好，那我们就在讲，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啊？事实上，昨天大 S 从这个日本回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认为说这件事要平息的嘛。对，大 S 家族就说，徐家就说，我们不要我们不要张扬，非常低调。对，我们也不希望媒体来拍，对不对？大家都认为说应该平息的，就没想到，那为什么会烧起来？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中国的这个博主啦，他的名字跟他这个真的本人非常像，叫做夏小健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汪小菲是包机接回大 S 的，这样一个状况。他就说什么？我这个终究还是要靠前任。那汪小菲出了这个钱把他包回来，然后他说我们是靠台美还有我自己这个所谓收集到的讯息，而且这个明明就是一个很小的咖，为什么大家会相信？对，因为张兰也点赞啊。你看，大家这个地方，所以我当然信啊，信了你还是。满口谎话。对，好，那因为他这样说出来之后，就网友就开始洗说啊，终究还是前任靠谱这样一个状况。可是问题是，你这样讲的时候，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呢，这个他们这个徐家就已经不仁了，他们就说了，这个他们徐家亲友就说汪小菲恶心至极，睁眼说瞎话这样一个状况，他就说了，你说是这个你们处理的，他说是我们这个徐家自己处理的，然后他说，因为他说前任靠谱嘛，他说具俊晔是一路伴随着大 S， 更是哭抱着骨灰坛回到大 S 家。甚至后来还有包括说，像这个小 S 发了个声明稿嘛，他说我姐所有的后事都是我们徐家人包办的，然后他说人在做天在看，尤其我姐现在也上天了，这种让你无法容忍的谎言还要继续出现吗？所以我就跟你讲，
目前为止他们讲到这个程度来说，真的大家都无法接受的一个状况。王小飞，你们家里是完全瞎了吗？我们今天台媒的报道，我们台湾的报道都已经写得非常明白，大 S 回家了，骨灰由私人包机运回台湾，已落地松山机场，甚至呢私人包机等等，而且都直接讲得非常白，就是这个 S 家一家人做的，你还要睁眼说瞎话，你还要继续弄？对，没错，我们就讲嘛，实际上这个所谓夏小倩弄出来的这个报道，他说他讲这样，据台媒报道，好，那你说据台媒报道这样的状况，好，我们就来看嘛，台媒报道，我们台湾的媒体哪一个这样说过？你看大 S 回家了，骨灰由私人包机运回台湾，已落地松山机场这样的状况，好，那你看惊人花费这个曝光，然后这个具俊晔一路护送爱妻回家，那你看大 S 回家了。这个私人包机抵台，然后大 S 回家了，私人包机抵台，具俊晔护送之爱，所以哪有讲到汪小菲？汪小菲在这里面根本没有任何的角色，没有你那3个字。对，所以你要大家说你在搞什么？好，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好，原本大家都认为说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因为主要就是你刚才提到，因为张兰去按了这个赞嘛，对，按了这个赞之后，他讲什么？我们先跟大家讲，他说什么？他包机返台，然后是由汪小菲联络的，然后40万人民币，约莫折合新台币是180.7万，起跳的费用也是汪小菲付钱，因为不允许大 S 的骨灰像货运一样被运回来，所以从骨灰迎回，子女跟前岳母安置都是他负责啊。对，中国网友听了说，是，那你具俊晔在干嘛？对，一路骂哦。一路骂哦，甚至实际行动，所有台湾相关事务都是由汪小菲一手包办。好，所以你看，这才开始带风向。对，这个风向有2个，一个就是这个钱都是我们这个汪小菲出的，重是由汪小菲包机接回这个大 S。好，另外第2个是他说具俊晔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所有台湾相关事务都是由汪小菲一手包办，所以等于是说，他除了说汪小菲把他营造成高高在上，他还打了这个具俊晔一把嘛，这样的状况，所以我才会说，为什么后来他们这个徐家，还有包括说这个小 S 都出来驳斥这样一个局面。好，那我们一开始不是说这是一个这个增产的这个公关大行动？为什么这个增产的公关大行动？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所有我们就讲，事实上我们台湾有时候的这个所相关人士过世，我们对他的病情，其实我们都不愿意再多说什么。过去这些什么事、什么照片，我们台湾都不会流出来。可你有没有注意到？事实上，这一次关于大 S 的很多病情的细节，在日本的所有的状况，甚至在网络上流传的一张照片，都是从哪里出来？都是那个导游，对不对？对，而且都是从中国出来的。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就是中国方面在操作这样一件事嘛。那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氧气这个血氧89了之后，都必须要在医院观察，不能走了。这明显是呼吸困难，已经病危了，就是直接回去。然后就对不起，看到这里我就完全不能够相信他的家人爱他了。你看。开始这样有这些洗地的文章，没错，然后就有这篇文章嘛，这篇文章就说这样，就是说好像这个具俊晔也没有很关心大 S 的这个病情这样一个状况，然后而且他后面写的更离谱哦，对，这个人说爱你的人，你咳嗽2声，我马上就要送你去医院，对，不爱你的人，喝点热水，睡觉就能好。就在指这张照片，继续去骂具俊晔。没错，你就当有照片出来，然后这个有文章出来，就开始有人在带风向嘛，对不对？很明显嘛，然后好，马上就出来说，暴露这个汪小菲包机接大 S 回家，然后这个张兰点赞，然后工作人员也暴露更多的这个内情，就讲了更多里面的事，然后就说什么前夫安排后事，然后这个现任晚起这个消失的这个状况，所以他又开始在这边有非常多，然后又非常多，你看，比如说讲大 S 最开心的时候，应该是2018年在微博上总能看到他幸福的痕迹，所以开始在围绕过去的一些事情开始在做好，那开始在做什么？你看又开始出现一个文章，这个文章什么？我翻遍了大 S 的微博，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舍不得汪小菲的心情，我懂。好，所以你看开始在说，过去其实他在跟汪小菲在一起的时候也是非常开心啊。你讲这个要干什么？他开始把一些过去的事情全部都挖出来哦，配上一些照片，配上一些文字，是携手的痕迹太明显。对，好，紧接下来又什么？汪小菲出钱出力，天经地义，孩子是他的，他不负责谁负责？至于那位光头，你看就把他讲光头，网友们的吐槽够热闹了，来时一吻，然后这个去时一吻，稳重的像这个佛像。那除了口头安慰，没有见他掏1分钱，价值情绪值几个钱，说到底还得靠实实在在的行动。孩子要生活，要人照顾，这些都需要真金白银。所以他说，我不止把这2个我的儿女接回来，我连他们的这个保姆，我们都把他接回来。所以呢，这很显然就是在网络操作的一个状况。那后来又一个文章嘛，他说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这个大 S 2任老公，前夫安排后事，现任晚起消失。那看。他有没有和大 S 家人一起处理他的后事呢？有没有安抚2个刚失去孩子的妈呢？他说这些都没有确切的消息。所以对此
汪小菲和具俊晔跟现在的表现真的令人唏嘘不已。所以你看他等于是呢在洗白这个汪小菲的状况，然后同时把这个具俊晔打下去的一个感觉嘛。而且我们刚刚一路看，从原本的一开始影片，到后来带风向，到后来洗地的文章出来，都没人相信哦。对，不要忘了、哦，一开始影片是谁出？就是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男的夏小健，这男的夏小健，没错，这个人什么身份？对，没错，好。因为他昨天已经曝过了一个文章，对不对？就没想到今天，人家就打脸他，他今天又继续出来讲，他说什么啊？现在就是台媒加上我的这个确认，你当我们瞎了是不是？对，他就讲，他再讲一次，那再讲一次来说的话，就很多人都没办法相信嘛，对。那但是呢，他下面的留言就说，你看包机是小飞吗？那这个张兰姐小飞善良的 S 辈卤蛋害惨，卤蛋当然就是指的是这个具俊晔，然后小飞是个好爸爸，这个重情重义的人，好。那为什么？因为目前为止大家就知道，因为这个张兰有去按他赞嘛，所以呢，张兰这个推荐汪小菲包机的视频来说，也登上了中国的热搜嘛。那大家就说，哦，张兰为什么要去按他的赞呢？他怎么会知道他在直播了？现在大家才发现到说，哎，你这个夏小健，你原本你看夏小健，他跟汪小菲两个就是兄弟啊，妈鸡啦，对啊，他常常出现在他的这个影片之中。你看他们还一起唱歌，这样他就在他身边，所以这样。那就是你在操作这些事情嘛，从头到尾就是你在操作嘛。那甚至还是什么？你看，这是这个夏小健，那是张兰，对他们这个开工的时候呢，挖出说他其实是张兰的什么干儿子。对啊，你刚刚提到开工，所以他不仅是员工，是，然后感情他又更好，是张兰的干儿子。对，所以你看，到此为止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根本就是张兰的员工嘛，而且他跟这个王小飞关系非常好嘛，所以就是你们在操作这件事情嘛。好，那所以来说嘛，为什么这个小 S 会有这样的文章？对，我觉得小 S 他虽然说平常呢也是嬉笑怒骂啦，但是其实他很少用这种字眼，人在做天在看，对不对？这种让人无法容忍的谎言还要继续出现吗？这种他比较少会这样讲。好，可问题是你觉得说，你这样出来讲之后，谎言就不会出现吗？不好意思，不会哈。为什么？因为张兰出来了。张兰出现了，今天事情发酵这么多，张兰还敢开直播？对，他出来说什么？他说：“哎呀，我过去3天呢，经历过什么人生的这个至暗时刻，这样一直讲了，大家都觉得说，你根本就是不要脸了，那你这个没有一句实话，没有一句实话。那上苍永远站在这个没有一句实话，大家都在骂他，没有骂他。而且张兰今天最恶心的是什么？他也跟大家讲说啊，不好意思哦，我今天开直播的时候，我讲话会大得头，因为什么？”嘴巴破，对，好，那因为他讲了没有一句实话，大家在那边骂，那你看一开始他还这样说啊，一开始还蛮开心的，但是后来说不怕黑粉不怕揍，因为一揍10年忘啊，我行得正立得直，在培养员工和孩子方面我是非常有经验的，现在我比以前更加成熟更有格局，那说实话没有问题，就他马上就开始有点 keep 不平，因为大家一面倒一直洗他，一面倒骂他到最后说什么？不好意思哦。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我们律师已经进入了你们的群组哦。作为有正义感的人，你们应该以身作则，做一个内外统一的人哦。他开始威胁你了，所以我现在我律师在你们的群组里面哦，你再骂的话，他是跟你呛虾嘛。威胁了。对，从哥，我们刚刚跟你讲，张兰跟张兰刚刚自己放假消息，想要带风向等，没错，快吓死了。现在热搜上面最热的是张兰跟他干儿子的微博都被禁了。没错，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个小 S 就说嘛，这个根本是胡说八道，而且他们都在放假消息嘛。那尤其是大家都看得到，张兰跟这个夏小健两个摆明就是一直在蹭大 S， 然后要从中间要带货，或者从中间要这个牟利嘛。那不只是台湾网友这个非常的生气，中国网友下面也是刷一排嘛。那这样子的话，网络大家都已经炸锅啦。那炸锅尤其又扯到说，你连韩国的人好像也都被你惹毛了，所以这时候呢，中国网络单位就开始出手了。出手什么呢？你看，这在他们热搜上面的话，张兰带货直播间遭到封禁，就不能够再带货了。好，那不是只有他不能够带货，你看张兰干儿子的账号被禁止关注，也就是说，你看。因为这样的关系，张兰不能够在直播带货了，还有他儿子这个夏小健的账号也被禁止关注了。所以我在说嘛，人在做天在看，有时候做的太过分的时候，真的还是会有人修理你们的。年姐，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一家人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刚刚说了，第一时间他发了一个视频在上面，发一个影片在上面，完完全全造谣。好，我们今天已经打脸你第一次喽。你之后，你隔天你继续发说你有查证，你查证个什么东西啊？你完完全都是一个说谎，完完全全都是为了钱嘛。对，我跟你讲，脸厚啊，就是一皮天下无难事。小 S 啊，徐妈，你们真的要硬起来不然让人家柿子拿软的捏，因为他们是排山倒海而来，有计划的要来
争产抢小孩，对不对？这一系列的速度比我们这边还要快很多啊！你看这个，你们昨天才刚回来，他们前2天就回来了。这一系列的布局，还有小 S 这样一个温和的人，今天会说出这么重的话，而且在第一时间哦。我姐姐的后事，这些的安排，其实我跟我 Michael 一起在处理的，是我们做包机，是我们包的，怎么可以黑白颠倒，说成这样？非常生气。第一个，我看小 S 还在哀伤当中，第一时间这么严厉的声明，就表示说他真的是无法忍了，忍无可忍的。好，那我们再来讲，就是说小 S 跟汪小菲他们仇恨其实是蛮深的，你知道吗？好，其实自从就说啊，大 S 决定要结婚之后，小 S 第一次见到汪小菲的时候，其实他们2个就有点不太对头这个样子，因为他老觉得说，哎，你为什么老是黏着你姐姐啊？现在她已经嫁给我了，这样。但小 S 就觉得说，那我们姐妹感情好不行吗？这样就常常这样吐槽这样。最严重的是说，在大 S 怀孕在生老2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因为她常常身体不稳嘛，有一天晚上他们在他们家里就说，哎，姐姐，我觉得应该你要先到医院去，因为我觉得你状况不太好。好，就汪小菲说还没有啊，还没有要生啊，不要急啊，怎么样的？然后他就一把把小 S 推倒了，推倒小 S， 啪就倒在地上去，应该是有撞到，有受伤这样。然后大 S 就出来说，哎，干嘛这个样子啊？他已经受伤了，你不要这样。结果汪小菲就拿起一个9.9公斤精装版的哈利波特，精装版的就要砸大 S， 大腹便怀孕哎，他要砸过来，所以黑人就这样挡过去，就说，哎，会出人命哦，一尸双命，这样子不行哦。那到张兰的嘴里就说，那个你知道吗？那个又高又大又壮的黑人，在台湾的时候曾经要把汪小菲揍得半死，他倒过来这样讲，他们家习惯就是倒反过来，黑白颠倒过来讲，颠倒黑白是，所以小 S 那时候就吃过一个大亏。但是汪小菲怎么讲，你知道吗？我没有推小 S， 对不对？我呢是在极其愤怒之下才推过他。哎，那不是一样吗？一样的事情啊。对，所以他们就说你是讲话怎么就倒来倒去，怎么人家听不懂你讲话？他就是习惯性，就是颠倒黑白反转过来讲，就是他的个性。还有你知道吗？最新的，哎，汪小菲昨天不是讲说，哎，可能有一部车子开到他们家去嘛，不晓得是不是了，有没有看到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回来了，小杨阿姨呀。以前呢，我跟你讲，大 S 家里2个保姆、管家2个，还有司机2个等等。都是汪小菲请的，对，也就是都是汪小菲的眼线啦，好，但当然就是保姆也蛮尽心尽力的。今天呢，小杨阿姨说，小杨阿姨到台北了，要干嘛啊？你们所关心的啊，照顾小孩子的事情啊，小菲情绪不稳定等等的，小杨阿姨回来了，你们的呼唤，小杨阿姨听到了。她要回来带孩子，可能啦，我觉得好像是说粉丝宝宝啊，你们都收到，我一定会做到了哈。也许小杨阿姨对小孩子是有稳定的作用，对。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操作又表示说，主导权又回到汪小菲身上。他不是哀痛欲绝吗？他不是这样子已经崩溃了吗？但是他还是可以安排这么多的事情啊。小杨阿姨第一时间回来了，小孩子还一到，小杨阿姨就回来了。所以是不是公关操作？是不是有系统的在做这个事情？其实明眼人看就看得出来。但是我们刚刚所讲了啊，你狠人还有人比你更狠的。昨天这个张颖颖，她是之前小三嘛，已经跳出来讲，就说哇，这个我真是冒了生命的危险出来讲这个事情啊，等等的。所以就说曾经经过的事情，对她来讲是一生来讲最痛苦的事。他没有完哎，他今天又发文哎，他今天发了一篇说，又发了耶，遇到不好的人，定要及时止损，头也不回向前奔跑，切不可听信谗言，母爱爆棚，搭上自己的性命。我的性格好像永远学不会吃货，吃过的亏也很多。因为他昨天出来，他们就说，哎，小三有什么资格出来讲啊？他就不服输，你知道，因为他觉得我有很多的事情我必须讲出来。好，他又讲。真的要止损啊！不要这样子再赌下去了。哎，他在跟谁讲话啊？这话中有话啊！对，要止损啊！有人要止损啊！不要再玩了。好，你知道吗？更妙的一件事情，伊能静，我们的伊能静，她不是嫁给大陆演员秦昊嘛？现在还蛮幸福的哈。伊能静竟然在这一篇，因为她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说，就是汪小菲这个深情人设啊，就说是错的，是坏的，是崩坏的。这个一大堆的负评底下，就是张颖颖发完之后，这个小菲有这个深情人设负评下，伊能静去按赞哦，他认同了，你们说的真好。对，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又引起讨论了，连我们的伊能静都来给你按赞，表示说这个
深情人设真的崩坏，连伊能静都看不下去了。冯哥，我们刚刚看到了深情的小飞，假的，好，都是洗地，都怎么样？好，我姑且相信你，你很深爱他，或怎么样等等的，你深爱他什么东西啊？现在离婚官司都还没有打完，你当初就是因为赡养费你不想给，你爱人家为什么不给赡养费？你现在说人爱人家，完全都是扯的啊。对，在大儿子这样子意外的离世之后，大家都非常的心痛，大家都在怀念他过去的种种美好。但是汪小菲跟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干儿子，大家都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符号。他们之间已经只有钱的符号了。对，你知道吗？过去来讲的话，汪小菲他一个精神四少的一个形象，好像是富贵多金。可是这是什么案件？这是我们查出来的台北地方法院的民事判决。原告诉汪小菲，为什么呢？因为徐熙媛就是大 S， 大 S 要去强制执行他多少钱？750万元。750万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以当初来讲，你今天汪小菲告诉大家你很有钱，你还有好多钱的身价，那你怎么750万元付不出来呢？那就是因为他当初离婚的时候呢，在这一段我们把它查出来了。原告汪小菲和这个徐熙媛被告在民国110年11月12号达成调解笔录，大家记得哦。调解笔录等同判决效力，你调解了，你在调解庭上面答应人家的东西，你就得给啊，没错。然后呢，约定多少？汪小菲应该支付孩子的赡养费。你今天一直告诉大家什么哪个阿姨，然后张楠不是说我成熟可以照顾小孩吗？你照顾小孩的第一要件，我林玉峰来看来的话，你要不要付钱？要。你要照顾小孩，你就是得付钱。你看汪小菲竟然在调解笔录上面已经附件的第3点第1项就约定了从2021年开始的话。每3个月给徐熙媛一次，3个月给一次，一次是多少钱？300万，平均下来就是每个月要付抚养费100万元。结果他有没有付？他付了几次之后，他就不付了，他就不付了。不付之后呢，大 S 当然就去法院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你要对付你对你的小孩有点爱心，100万。的话不是只给大 S 还有你2个小孩的生活费，所以呢，你现在来讲，你演得很深情，你然后告诉大家我要好好照顾小孩，你连小孩子的钱你都不付，你要怎么照顾小孩？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他们已经把这个战线拉到哪里去了？拉到小朋友的监护权上面了。他认为说他已经赢了，反正大 S 往生之后呢，一定就是侵权给他嘛。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哦，这是一审的判决，一审判决是大 S 赢，然后呢，汪小菲还上诉高院。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来讲，今天 S 他们的家人说要出来侵权要改定的话，过去来讲这是很难的。可是你汪小菲，你不要忘了，当你这些连抚养费、连小孩子的生活费你都不付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有可能被改定侵权？可能 S 家的家人来照顾小孩，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是一场空了，镜花水月。总之我们刚刚提到了，现在。在中国网民哇，大家很会吃瓜，很会带风向，公关公司开始微博一大堆，没错，这也是为什么川普现在开了第一枪，对内开第一枪，他要整顿 CIA， 你不是我就把你踢掉，我现在要一个非常有一致性对付中国的 CIA， 中国对付 CIA 什么？就是所有反制中国的骇客行动，我让你在里面的言论完全烧不起来。对，没错。我们刚才看到汪小菲他们怎么操作这种公关战的这个方法，我们可以看到把它放大到中美对抗的过程里面，中国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美国。所以美国当然是我这样的话，那我要打造一个强力的这个抗中部队。那抗中部队来说的话，按照这个川普的想法是，过去我们对 CIA， 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央情报局嘛，那是站在所谓中美对抗的前沿。他就说这样好。我们现在第一个要整顿的就是 CIA 这个单位。好，那现在怎么整顿呢？第一个，现在你看，这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情局向全体雇员提出这个买断方案。简单的说，就是你现在可以离职，因为目前为止 CIA 有2万名的员工。他说你可以离职，我给你8个月左右的这个薪水的资遣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说，因为这个根据这个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准局长这个雷克克里夫他说什么？因为我们目前的 CIA 要准备2个重要任务，一个是要跟毒品宣战，对，还有跟移民宣战。另外第2个，我们要跟中国宣战。那如果你没办法认同我们的想法的时候，那你就离开。那同时他又说什么？他说我们目前为止暂停招聘所有的员工，因为为什么？招聘员工里面来说，可能很多是不符合我们现在标准的人。比如说你可能对中国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反感的敌意，那我们就不要让你进来。所以简单来说，他就是要符合这些新目标，你才能够加入我们的 CIA。好，那所以我就说他是强力这个纯血的这个抗中部队，就是 CIA 嘛，哈。
那你讲雷克里夫，他在搞什么？事实上，赵尔你知道吗？他在川普的前一任的时候，他担任叫国家情报总监。那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时候，赵尔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就是坐在这个跟中国对抗骇客任务的这个前线。哦，对他当时呢，在这个。他是抗中悍将，对，他在当时的这个所谓的他们情报总监的这个职位里面来说，他在他们局里面呢，打造了一个跟中国骇客对抗的这个过程。那同时呢，你会洗风向，对不对？我也会洗风向。当时他们也用了非常多手段，这个，譬如说现在已经有人报道出来嘛，就是说他当时在这个川普任内的时候，他有说 CIA 你可以这个去说带所谓的风向对中国对抗的一个状况，所以等于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来说，美国就有这样做。所以 CIA 里面有个特工小组，专门就去洗中国的一些网络一些风向，没错，我不让你这样子带，我甚至直接往你心脏砍下去。对，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其实在过去这个川普的这个，尤其是2018、19年跟这个美国中国在打贸易战的时候，你看，很多中国什么经济不好的问题啦、不好的消息啦，甚至很多中国这个内部政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现在人家才说原来就是由这个可能当时的这个川普有 CIA， 然后有国家情报总监在帮他做这些事情，然后就用这个透过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来带节奏，所以也等于是什么？你中国会了，我也要学起来，我也要这样子做你。所以两边我就说，中美对抗的过程里面，不是只有我们看到什么贸易战，然后军事战，是在网络大家互相带风向，对你摸我，我摸你，然后我踩你，你踩我，这样带风向是这样踩的非常多。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话，但目前为止来说美国当然还要继续对你出重手。因为事实上，在之前的时候呢，2019年的时候，有位中国的民众叫丁玲威，他当时到 Google 去任职。就到 Google 任职的时候，现在大家知道说，原来他当时有泄露非常多资料给中国。他泄露什么资料？对，他偷了什么资料？他包括说 Google 有一个叫张量处理器，就 TPU， 这是 Google 自己的技术哦。然后还有 Google 自己还有这个 GPU 的这个系统的架构，然后还有包括说像一些软体，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晶片，怎么把那么多晶片架起来的一个架构，那甚至还有它的。Google 自己定制的一个 Smart NIC 这种接口，可以让整个传输速度更快。他把这些资料全部都泄露给了中国，所以你看，但他后来被美国抓到了，就说：你现在呢你是这个中国的间谍。那美国当时把他起诉，司法部起诉他的时候，他当时就被控4项这个盗取机密的这个商业。这样子控4项完之后，那就关就好了。没有。现在是这样，川普上台之后，不只是4项，请他给我追加这个其他的这个都已经判完，继续追加。对，4项，然后后来追加7项，所以7项还有7项这个经济间谍罪，还有7项窃取商业机密罪，等于是说被追加非常多这个起诉项目。而且那目前为止来说，根据美国司法部就说，如果这些罪责全部都被判的话，他有可能他说每一项窃取商业机密都会面临10年的监禁，还有最高25万元的这个美元的这个罚款哦。然后每一项这个经济间谍罪会面临最长15年的监禁，还有150，他一共有7项这个所谓的这个窃取机密，还有7项这个经济间谍罪，那每一项都是10年、20年起跳。所以他告诉你什么？告诉你现在呢，川普在对这些所谓的间谍坚壁清野，我用最重的刑期打击你们。如果你们还敢把这些资料泄露给中国的话，你就可能会从年轻关到死为止。宇轩，现在美国已经对中国下了重手，除了对中国是敌人之外，他的后花园现在是大清特清，都给我乖乖听话哦。当然，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要缴扣。什么叫缴扣？当时呢，川普第一任上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我把华为直接扼杀在我手掌心里面。结果没有想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通通跑到美国后院去。你现在看到什么瓜地马拉、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这里变成什么？变成是华为呢硕果仅存的温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瓜地马拉这个地方，为什么讲说今天呢？这个 Marco Rubio 他一定要以我们讲自己有这种我们讲古巴裔的身份，跑到后院去做清洗，因为理由很简单，已经被盘根错节吃得乱七八糟。因为现在大家发现呢，瓜地马拉呢，它的所有的电信啊，比如说4G。比如说5G，比如说它的网络，比如说它的数据中心，比如说它相关跟电子设备相关有的，你知道基础电路，通通都谁在操办？华为，通通都华为在操办。华为借尸还魂了。对，所以他们现在吓坏了，说不是啊，我们整个国家的基础建设怎么都华为？这个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讲的中国版的台智光，全部的公家机关都被他们吃透透。而且你知道，华为很聪明。我找一个在地协力者这是在地厂商他只是我的代理商、经销商。然后呢，让这些代理商、经销商干嘛？
去呢吃政府部门相关的这种通讯网络的标案。而且你知道更怪的是什么吗？其他家竞争业者跳出来讲说，那还要不公平啊？我每次送件哦，他就跟你讲说，你文件那个有遗缺。文件不符，资格不符，全包都给你怕请。但是呢，华为的这种代理商啊，可能大概我们讲高过他的这个370万底标哦，刮壁。那莫名其妙就这样低空飞过了，才低空飞过，才赚那么一点点呢。所以当然会有问题嘛。就是讲白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那是华为子公司？对，所以代表说瓜地马拉的这些政府部门有没有请问一下被渗透？所以你想想看，这时候 Marco Rubio 来绝对是要把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一网打尽。